一堆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穿的衣服又来追着我们跑了，但是什么潮流都带回家，除了很伤我们的钱包之外，也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自我风格一下子又歪掉了。接着没多久，看着新买的衣服，又觉得自己没有衣服可以穿，才发现自己又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无限回圈中。Hello， 我是陪你由内而外散发珍珠光的 A。最近我在看 Legendary Author， 看到一个作家 Edith Sitwell， 他对于时尚的诠释，他说：“我不会梦想去追求流行，因为怎么可能每3个月我就要变成不同的人？对啊，潮流来来去去的，但总不能让每一波潮水都卷走我们。更不用说，其实有一些衣服，它外表看起来很好相处，但其实很腹黑，非常难驾驭。带回自己的衣橱，它也跟其他衣服融合不了在一起。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聊聊6个今年夏天很红，但是我会避开的单品，也会跟大家聊聊这些单品要怎么选才可以更好融入我们自己的衣橱。对了，影片都有设章节，麻烦广告帮我们多看个几秒，支持我们持续优化影片。牛仔5分裤。就像去年的白裙，今年很多博主都爱穿，纽约路上大概10个有5个都爱穿。很多人会觉得它很 chill 很实穿，还可以遮个大腿，又不到像要穿长裤那样闷热。但是牛仔5分裤其实是一个很腹黑的存在，它外表看起来很好相处，但是穿搭方面就是要比较小心。本来想要有松弛感，结果一个不小心变邋遢，整个人气势就减一半。我没有潮流恐惧症啊，比较熟悉我频道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我会注意每一季的潮流，更没有想要当什么评审啊，判断哪一个潮流是错的，哪一个穿搭是对的。主要是我已经迈入断舍离物品与心灵融入的第8年，我发现我现在想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比物品还高的位置。所以不论它多红，大家都说多好用，价格多高或多便宜，只要是让我觉得我的能量会被拉低，或者是一直在消耗我能量的，我就会选择避开它。我觉得合理的，当季流行又能跟我现有衣橱里的衣服做搭配的，我才会带回家。穿得像自己其实比穿得时髦更难，但一旦找到自己的风格，你就会发现自己在发光。另外牛仔裤它也有厚度，加上长度刚好卡在膝盖的中间的话，走路其实会蛮不舒服的。不过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豪放不羁的单品，其实可以找要淘汰的牛仔裤，或者是到爸爸、哥哥或男友的衣橱里找稍微大一点的，自己动手剪成适合的长度。花苞短裤短裙。今年还有一个我一直刷到他们的就是花苞短裙短裤，很多人可能觉得它的廓形好可爱哦，又可以藏肉，也还有造型感。我觉得它的轮廓线条的确是很可爱，但这种设计很容易在潮流过后会惊醒，觉得自己为什么在装嫩。另外我觉得花苞短裙短裤上衣这种可爱的设计是会看起来青春洋溢，但是它的减龄效果是靠胶原蛋白在支撑，或者是穿在真心觉得自己不论几岁就是很可爱的人身上才会散发光芒。所以只要你穿上去会迟疑的问自己，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装嫩或装可爱，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像现在我就是只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年轻，心态开放，但对于看起来装嫩或者是可爱，我是真的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会避开纯欣赏。不过就像之前一直聊到，设计没有问题，它在某些人身上就是会成立，但不代表在我们身上会发光。潮流没有错，但是盲追的话很容易会一头热，忘记是谁，又要再重新找回来。如果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设计的话，可以选花苞长裙或者是长裤，就会很有中东埃及民族风的即视感。这类单品的确它的廓形会很有辨识度，也没有5分牛仔裤那么难驾驭。5分裤躺枪。3迷你蝴蝶袖。这个单品有花苞短裙的即视感，今年也很常见，但你看看这个模特儿，连她穿都有溢出荧幕的尴尬吗？尤其是欧美模特儿啦，日本的可能就比较合理，因为这种看似很可爱挺在手臂上的荷叶边设计，对我来说很像是然后消耗多余荷叶边做的，就是有种阉割感。如果以设计美感的角度来说的话，一件素 T 在袖口的部分加上荷叶边设计，那就是在引导视觉焦点在你的手臂上，类似拿大声公叫大家来看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个看起来是无袖，穿起来很凉快，又有荷叶边，可以稍微遮一下手臂。这个设计没有带这个功能，它顶多可以让你的肩膀加宽，头看起来比较小。
我不是那种穿搭都要显瘦要遮遮掩掩的那一种，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合理舒服能驾驭它高兴就好，但只有这个款式我会觉得它可能不是只有高兴就好就可以了。目前我看到穿这一款合理并且显可爱的是10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我也蛮喜欢这种适度荷叶边或者是蝴蝶袖的设计。如果真的很喜欢这类的设计的话，可以找荷叶边做的大气一点，蝴蝶袖稍微做的有垂坠感一点，选择袖长大概遮到上臂一半的部分，比例上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怪，又能有仙气。对我来说设计上面也比较合理，比较好把它带回到自己的衣橱里，融入自己的风格。蛋糕裙从前几年流行到现在，夏天穿它真的是很舒服很透气，看起来温柔又浪漫，然后搭个球鞋就有一种随性感。但是这种裙子的本质对我来说就是要有点飘逸随性浪漫，不然就是要横蓬，就是让你的身体线条非常的戏剧化。但如果要比较实穿随性飘逸一点的话，布料最好要选择垂坠度好，稍微轻柔能透气，有一种空气感的感觉。但目前市面上看到这个单品的布料大部分不蓬也不飘，会有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但这个单品的确很能跟 T 恤或者是那种 bra top 做搭配，喜欢的话可以选洋装款式，整体线条看起来会比较顺。蕾丝，像之前在服装产业接触蕾丝的经验，蕾丝的成本就是非常直接的反映在价格上。还记得穷学生的时候，我是不太敢走进蕾丝那一区的，因为通常便宜的蕾丝大部分都不能近看，穿上去没多久之后就会开始痒或者是扎，最好先穿在身上看看，至少手摸一摸不会有一种卡卡刺刺的感觉再下手。像蕾丝这种做工比较精细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古着店、二手衣店淘淘看，或者我会更偏好法式编织的蕾丝，风格类似但不会那么容易歪掉。红色穿搭在这几年也是非常红，它非常的亮眼，看到路上有人在穿红色洋装，我都会觉得超美的。红色据说也是美国女生想要招桃花会选的颜色，但我自己穿大面积红色的时候会觉得没那么自在，觉得红色有点抢戏。如果你本来的衣柜不是走色彩缤纷的风格的话，那红色单品其实不会那么好搭，也不是一般日常我会想要选择的颜色。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在打开衣橱的时候，即使它很显眼，我也还是会忽略它。如果真的很喜欢红色，又像我一样比较不是那种色彩缤纷路线的话，就可以选择鞋子或者是饰品，在全身素色的时候当一个亮点，不然也可以考虑深红色，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千禧粉红。就像之前一直聊的，美感是非常主观的，潮流也很有趣，穿搭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但我们要自己脑子很清楚的是，穿的到底是自己还是被商业模式牵着鼻子走。潮流退去之后会让人念念不忘的，那才是风格。你们呢，有没有聊到不适合我但是很适合你，或者是有没有其他你觉得是腹黑单品要避开的？欢迎下方留言分享。我是陪你在穿搭与断舍离中挖掘出自己珍珠光的 A， 如意外我们下次见，拜拜。